西西，明天这相亲你必须去，不然我真要被你气死了。妈，我公司真的很忙。不行，我都跟你二姑说好了，你不去就是不给我面子。我没让你们替我安排这些。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犟？人家条件不错，家里做生意的，你去见一面能怎么样？婚姻不是完成任务，我现在只想把公司做好。事业再好，最后也得成家。你年纪不小了，还想拖到什么时候？行，我去，见一面就走。唉，算了，明天去应付一下。这才对，妈是为你好。等你有了孩子，妈的任务也算完成了。周先生您好，我是林夕。我妈看了你照片，说你看着挺稳当，像是适合成家的那种人。第一次见面就这样评价别人，不太合适吧？相亲不就是看合不合适吗？我说话比较直接。我家里条件不错，父母也催得紧。我找对象主要看能不能过日子，性格稳一点，别总想着在外面瞎折腾。我们才第一次见面，您已经把要求都列好了。先说清楚比较省时间。我更在意的是彼此有没有基本的尊重。你先别急着下结论，我觉得我们可以继续聊聊。这都什么神人，上来就把菜吃光，然后开始提要求。我对你挺满意的，不过有些事儿得先说清楚。婚后生孩子这件事儿不能拖。婚姻不是谈条件，至少该先了解彼此。相亲不就是这样，条件摆出来，合适就继续。我不认同这种方式。抱歉，公司有急事儿，我先接个电话。相亲的时候接电话不太合适吧？这是我的工作，请你尊重。工作有那么重要吗？女人迟早是要回归家庭的。你要是跟了我，根本不用这么拼。你的意思是让我辞职回家？也不是立刻辞，但结婚以后总不能还把事业放第一位。我家条件足够好，养得起你。所以在你看来，我的工作不重要？不能说不重要，只是没必要那么辛苦。嫁得好比什么都强。我们第一次见面你就开始安排我的人生了。抱歉，我还有工作，这顿饭到此为止。急什么？我话还没说完。但我已经不想听了。林小姐，像我这样的条件不是谁都能遇上的。那也得看我愿不愿意遇上。你是不是把话想得太严重了？我说的这些都是结婚要面对的现实。现实不等于失礼，更不等于你可以替别人做决定。我哪里失礼了？婚后顾家生子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正常不代表必须，更何况你只在说你想要什么，从没问过我想要什么。行，那我就直说。我找另一半，第一要稳定，第二要听劝，第三不能太强势。女人如果什么都想争，日子是过不好的。所以在你眼里，适合结婚就是按你的标准生活。我会给足生活保障，这对你不是坏事。听上去像恩赐一样。我之前也见过几个条件不错的，但不是太会花钱，就是心不定。你至少学历还行，人也算稳妥。原来你是在挑一个符合要求的对象，而不是认识一个真正的人。不然呢？相亲本来就是筛选，难道还真谈感觉？那也该建立在尊重之上。等你结婚就知道，家里总得有个说了算的人。那个人一定不会是你。像你这种在外面待久了的女人，多少都有点不接地气。至少我知道，婚姻不是把一个人变成附属。林霞跟我说，你是荆州大学毕业，家里也觉得你条件不错。说白了，我看中的就是你还算体面，带出去不丢人。原来在你这里，婚姻跟谈合作差不多。婚姻本来就得考虑现实，学历好，以后教育孩子也省心。你明白的是算计，不是尊重。你也别把自己看太高，女人最终不还是要结婚？早点把心思收回来，别总在外面折腾。我做事业，在你眼里就是折腾。你一个女人拼到最后能拼出什么？真到了成家的年纪，谁还看你赚多少钱？至少我自己会看重。以我的条件，愿意跟你继续谈，已经算给你机会。
周先生，我们不合适，到此为止吧。怎么欲擒故纵？不是，是我对你已经没有继续交流的兴趣。你可想清楚了，下次见面别总穿得这么像谈生意，打扮柔和一点。你没有资格对我的穿着和人生指手画脚。你别后悔。你装什么？我好声好气跟你谈，你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儿了。这一杯是提醒你学会尊重人。你敢泼我啊！放手！别动手。我练过防身，不是站在这里让你撒气的。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干什么呢？来吧，说说吧，咋回事啊？同志，这是他骚扰我的证据。周先生，根据录音内容，你存在明显越界和冒犯，林小姐有权进一步追责。咋了？我一没骂人，二没说脏话，就是说话直接了点而已。直接和失礼不是一回事，对方已经明确表示不是，这已经超出正常交流范围，希望你今后注意边界。没完了！西西，你终于接电话了，你在哪儿？怎么闹到调解中心去了？二姑，这事儿你别管，我怎么能不管？大为那边都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，说你把事情闹得特别难看。你现在人在哪儿？我说了，这事儿和你没关系。怎么没关系？你这是闹的，你让我面子往哪儿搁？我要回去了，挂了。你等等。林夕，你二姑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，说你今天在外面闹得很难看。妈，事情不是他说的那样，是周大为先说话没分寸，当众调戏我，我只是保护自己。什么保护自己？你还顶嘴？还有你这头发剪这么短像什么样子？女孩子就不能安稳一点吗？我剪短发是为了工作方便。哼，早知道当初就不该让你读这么多书。隔壁家那个没上高中的，现在2个孩子都会跑了。你倒好，书读多了，脾气越来越大。难道女人的人生就只有结婚生孩子这一条路吗？你别跟我讲这些大道理。你现在年纪也不小了，工作再忙，最后不还是得成家？你这么强势，以后谁愿意迁就你？我不需要别人迁就，我自己能照顾好自己。我创业的公司现在经营得很稳定。稳定？你那点生意能跟周家比吗？人家家里做的那么大，你要是真能嫁过去，一辈子都不用这么辛苦。我从来没想过靠谁过日子。你不靠，那你以后老了怎么办？一个人病了累了，谁管你？我这是替你打算。妈，您所谓的打算，就是让我去接受一个我根本看不上的人。看不上？你哪来那么高的心气？人家条件摆在那儿，多少人想都想不来。我不是谁都看不上，我只是不会因为家里有钱，就把自己的人生随便交出去。我长得不差，工作能力也不差，为什么就非得接受周大为？您见过他本人吗？说话没分寸，做事也不靠谱。男人外表有什么重要的？关键是家里条件好。那谁觉得合适谁去，我不接受。又哭了，你先哄着我，先回屋躺会儿。涛涛，你别走，正好你劝劝你妹妹。她一个女孩子，工作再好有什么用？还不是得早点把婚事定下来。妈，你少说2句。她现在自己能挣钱，心里有数。她有数？她有数会把自己拖到现在？你孩子都这么大了，她还一个人。妈，您总说让我早点成家，可您有没有想过，您这一辈子都在围着别人转，伺候我爸，照顾爷爷奶奶，又帮我哥带孩子，您自己想过什么吗？我怎么样不重要，我这辈子就盼你们兄妹过得安稳。你哥现在有老婆有孩子，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。可您放心我哥的时候，是不是忘了我前阵子刚帮他还了20万的钱款？妈，他说啥？他说那20万的事情。你提这个干什么？那都过去了。一家人之间算那么清楚做什么？你哥现在不是在慢慢改吗？我不是想算账，我只是想让您知道，您一直担心他最后替他收拾事情的人是谁。那你是他妹妹，帮一把怎么了？
哎呦妈，您别聊了，赶紧来抱抱孩子吧，我快困死了。行了行了，我给你哥哄孩子去了，你赶紧把你这事儿定下来。顾清雅，过往直播带货成绩稳定，单场 GMV 过100万，履历很完整。没有像样的从业经验，数据倒是挺好看。照片修得挺认真，线下看着可没这么精神。林总，这位是公司一直在接触的投资方周总的儿子，对方意思是想让他先来公司锻炼一段时间，看看表现。周总说会根据他的表现来决定遗产分配比例。周总的儿子根据表现分遗产，原来是他，那这件事就更有意思了。小李，顾清雅和周大为的入职流程都安排好，报到时间统一定在节后第1周。好的，林总，我一会儿就去通知。另外给周总那边回个话，就说他儿子入职的事儿我同意了，顺便告诉他我会严格考核，如实反馈。明白。小时候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一到过年就发愁，现在懂了，所谓团圆，有时候也是一场接一场的追问。我回来了。妈，初一不能数落孩子，这是老规矩，您总不能破吧？你这孩子现在倒会拿规矩堵我了。我就是想清静一天。西西，快让二姑进来，你看看你又瘦了，是不是工作太辛苦了？对了，上次那事儿你别往心里去，二姑今天来也是想再跟你好好聊聊周大为。他哪里瘦了？我看他是越来越不听劝了，头发剪这么短，一点姑娘样都没有。二姑，大过年的您不陪姑父，怎么有空专门来我家？我来看你爷爷奶奶，顺便看看你。你这孩子怎么还是这么见外？你二姑专门来看你，你说话就不能客气点儿？我挺客气的，我只是好奇二姑今天怎么打扮得这么正式。二姑这身真好看，一看就有气质。哪有，就是随便穿穿。不过西西，二姑还是得劝你一句，女人最值钱的就是这几年，你现在年纪正合适，有人愿意认真考虑你，你就该珍惜。女人的价值只能靠年龄和婚姻来算吗？你别跟我讲这些。涛涛，你也说说你妹妹，她现在就是太倔。是啊，西西，家里人都是为了你好。就是，你那个公司听着是不错，可做生意哪有稳赚不赔的？万一以后出问题，不还是家里跟着操心？我的事儿我自己会负责。你负责？二姑可是费了不少口舌，才让周大为答应再跟你见一面。这次你别再像上次那样把场面弄得那么难看，听话一点儿，别总让我替你着急。来，二姑还专门给你准备了东西，你拿回房间看看，保准用得上。想让我靠这个换认可，不可能。给大家发个红包，祝林总新年顺利。林总，顾老师和周老师的办公室都安排好了，明天我带他们办入职。做得好。林总，我还是不太明白，周大为的风格和咱们品牌并不契合，为什么还要让他来？投资方推荐的人总得让他进场，而且有些人适不适合，不是听别人说，要让他自己做出来。你怎么一直不接电话？明天不是要见小周吗？你赶紧早点睡，脸色养好一点。妈，我现在还在公司，先不说了。他只是一直用他自己的方式替我打算，可我真的快撑不住了。林总，您没事吧？刚才真是吓坏我了。没事儿，老毛病了。
最近几天没按时吃饭，又一直连轴转，胃受不了。您再这么拼，身体真的会出问题。我知道，就是事情一多，您总说公司离不开节奏，可公司也离不开您。有时候您也该让自己停一停，停下来，好像更容易听见那些我不想听的话。你看看你，一个人在外面生病了，身边连个照顾的人都没有，你说你图什么？我这里有人照应，不用担心。你是不是故意拿身体当借口，不想见周大为？我跟你说，该见还是得见。我会见他的。这才对，你态度好一点，别又把场面弄僵。放心，我也很想看看他明天见到我会是什么表情。林总您好，我是顾清雅，今天来办入职，欢迎加入。听说你提前做了不少准备，既然来了，就希望尽快进入状态。林总，顾老师的入职资料已经办好了，还有周老师也到了，让他进来。林总您好，真巧啊，原来是您。周老师，你迟到了10分钟。10分钟而已，不至于吧？昨天睡得晚，没听见闹钟。入职第1天迟到，已记录。既然人齐了，我来布置你们入职后的第1个任务。你们入职后的第1个任务是先去参观工厂，再各自提交一份培训计划。我们做的是宠物鲜食，核心在原料生产和标准，不了解工厂就做不出真正有说服力的内容。明白，林总？我今天就先去现场，尽快把资料整理出来。好，有问题随时和我沟通。参观工厂？我来这儿是做培训的，不是去跑车间的。培训不是空谈，连产品从哪儿来、怎么做都不清楚，你拿什么教团队？这些不是下面的人该做的事儿吗？我负责结果就行了，我要怎么做呀？在我这里，没人可以只要位置不要过程。说实话，你费这么大劲儿把我弄进公司，不就是想离我近一点吗？不过我现在对这些没兴趣，你与其在这儿拼事业，不如早点想想以后怎么过日子。周老师，请注意你的表达，这里是公司。行啊，林总，架子倒是挺足。不过别这么一本正经，大家都不是外人。你现在该做的是去完成任务，不是站在我办公室里说这些没意义。行，我去。林总可别后悔对我这么严格。日报很出色，我很满意。谢谢林总，我会继续完善方案。林总，今天辛苦了，我给你买了件礼服裙，适合见重要场合时穿，应该很衬你。工作时间做不好，倒很会自作主张。周总，之前说好的沟通，我今晚正好有空，若方便的话，想向您当面汇报一下令公子这2天的表现。怎么不回？我这可是好意，你明天穿着见我，效果肯定不错。今晚周总恰好约了我吃饭，你要一起去吗？不了，你多替我说几句好话。想让我替你说好话，那也得看你做过什么。周总，久等了。林总客气了，年轻有为，能和你合作是我的荣幸，请坐。大为这2天表现怎么样？
周总希望听实话还是听客气话？当然是实话。我把他塞到你公司，就是想让你替我看看，他到底能不能担事儿。入职第一天迟到10分钟，言语不当，不服从工作安排，送给我的礼物被他当成讨好上司的手段，这些都有记录。这个不争气的东西。林总，你继续严格考核，不用顾及我的面子。他要是真不行，遗产分配的事我也好有个说法。周总放心，我会如实反馈。周总，年轻人浮躁并不可怕，怕的是不肯改。目前来看，令公子还没有意识到问题出在自己身上。西西，你终于开窍了吧？大为对你是不是挺满意？西西，你二姑说小周对你很满意，你可得抓紧点儿。妈，他可不只是满意，他还说最好先把生孩子的事儿定下来，婚后安排也得按他的意思来。什么？哪有一上来就这么说的？所以你也觉得不合适，是吗？我先去问问你二姑到底怎么回事。你们的培训方案准备的怎么样了？我建议把直播间搬到工厂，现场展示生产环境，增加用户信任感。这是完整的方案，包括选品、桥本、质检流程和售后配套，很完善。周大为，你的呢？我也要汇报。这是你的工作职责。这种直播没人看，直播最重要的是噱头和流量，搞什么工厂实景太无聊了。我们做的是宠物鲜食，注重专业性和质量。那咱们走着瞧。既然意见不同，那就看数据。我们各带一队，1周后上播，谁赢额高谁留下。接了，我接受挑战。好，就这么定了。1周后见分晓。这对赌我接了，您就等着看好戏吧。林总，您觉得我能赢吗？你靠的是实力，他靠的是嘴，实力不会骗人。周老师，您的方案需要我们帮忙准备吗？不用，直播靠的是临场发挥，准备那么多没用，你们等着看我表现就行。1周里，顾清雅每天培训考核团队，她带着成员反复演练产品知识、答疑技巧、流程衔接。用户最关心的是原料安全、适口性和喂养建议，这3个模块必须滚瓜楼熟。现在我来提问：答疑技巧、流程衔接，团队成员认真记录，反复练习。另一边，周大为天天吃喝玩乐。周老师，我们是不是该准备一下直播脚本？不用，到时候我临场发挥。那产品参数呢？要不要先背一下？背什么背？观众又不看那些。顾清雅组每天都在加班练习，周大雷组毫无进展。他默默记录下一切，眼神冷静。1周后，结果自见分晓。我们的原料筛选环节，每一颗都经过严格检测。顾清扬组把直播间搬到工厂，主播穿白大褂展示生产流程，从原料筛选到成品包装，每一步都清晰透明。顾老师做得很好。另一边，周大为组搞吃播，摆了满满一桌子宠物鲜食，吸引了不少路人。但网友问配料时，主播支支吾吾答不上来。眼看着掉人，周大为急了，加点料更有味儿。拿出一瓶辣椒酱往宠物鲜食上挤。这个周大为真是疯了。周大为的直播间弹幕全是不买，成交量极低。你们这些喷子就是嫉妒我！他忍不住冲出来和网友互怼，网友被激怒，
纷纷分享直播间，还误伤了顾清雅组。我们是同一款产品，但我们是竞争关系。如果我们营业额超过他们，他们的组长就会被免职，请大家支持我们。你们这些键盘侠，这家公司老板是我女人，我说让她回家生孩子，她就得辞职。关于这个问题，我们明天直播会详细解答，请大家相信，我们团队的每一位成员都是靠专业能力站在这儿的。他简直无可救药，言论严重影响公司形象。林总，周大为的言论引起了很大争议，您打算怎么处理？明天开复盘会，全程直播。您不怕？怕什么？该怕的是那些做错事的人。你说林夕这孩子工作是越来越忙，可婚姻大事总不能一直往后拖。嫂子，不是我说，大为家条件摆在那儿，人也知根知底儿，比起外面那些不靠谱的，相处起来总归放心些。可我看小希现在越来越不愿意听这些了。她不是不愿意听，是在公司里做出点成绩，心气高了。可女人再能干，最后还得有个家。你现在不替她把关，往后年纪再大些，挑来挑去更麻烦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找个机会，两家人坐下来，把话说开。年轻人自己拧着没用，大人得帮着往前推一把。总不能一直这样拖着。那你快给林夕打电话，我去和周家联系，两家坐下好好聊聊。好。你们怎么在这儿？小希，年轻人有点误会不算什么。大为在公司受了委屈，心里难免不舒服，但两家人这么熟，没必要因为工作伤了和气。公司里的事儿按工作处理，你一定要分得这么清。该清楚的时候本来就该清楚。都是自己人，有话慢慢说。我们今天来，其实也是想把事情往前推一步。大为条件不差，人又踏实，两家知根知底，何必一直拖着？我从来没有答应过和他发展，也不觉得我们合适。你把话说得这么死，有必要吗？有，因为我不想再让任何人误会。小希，你年纪也不小了，工作再忙，最后总得考虑成家。大为愿意上门谈，是重视你。重视不是带着长辈来替我做决定。小希，我们肯上门是看重你，也是给两家留体面。你把话说得这么绝，不合适吧？体面不是靠逼别人答应换来的。你也劝劝他，女孩子做事这么硬，往后怎么过日子？小希，你先少说两句。妈，我少说两句，他们就会停吗？我也不是非要怎么样，只是觉得两家条件相当，彼此也熟，真要走到一起，对谁都省心。你现在把事情弄得这么僵，未必有必要。婚姻不是为了让别人省心，我也不会因为你们觉得合适就勉强自己点头。你这孩子怎么总把路堵死？大为家里愿意来谈，已经很有诚意了。如果所谓诚意是带着长辈来我家里施压，那我只会觉得冒犯。好得很，我们今天算是明白了，你们家根本没把我们放在眼里。林夕，你今天把话说到这份上，以后别后悔。我最后说一次，我和你没有任何可能，以后也请你们不要再借长辈之名来逼我。你看，你就不能委婉一点儿，非得把关系闹成这样？外面知道了又要说闲话。妈，到现在你担心的还是别人会怎么说？我也是怕你以后难做。我最难做的时候，不是别人议论我，而是你明明知道我不愿意，还把人带到家里，让我坐在这里被他们逼着选。你总说是为我好，
可每次你替我做决定，都是先考虑别人满不满意，再让我去忍去让。我只是怕你一个人太累。我累，不是因为一个人生活，而是因为连在自己家里都要担心有人替我决定我的人生。这件事到此为止，以后不管是谁，你都别再替我做主。这是昨晚整理好的试播复盘和培训建议，我把用户高频问题重新归类了。另外，我想提醒你一件事，公司里今早开始有人在传说周大为被压下去，不全是因为业务能力问题，而是因为你们两家私下闹翻了。都传了些什么？大意就是你借工作压人，把私人矛盾带进公司。现在不少人虽然没明说，但都在观望。先别回应，让行政把试播流程、准备记录和评分高者整理出来，按内部流程归档，用制度和结果说问题。对，公司用人只看能力，不看谁更会放话。林总，宠物食品项目后续培训是不是绕常？有人担心最近风声多，安排会变。照常推进，项目不会因为任何人的个人情绪停下。好的。你昨晚是不是也碰上周家那边了？他们不甘心，想把事情搅浑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越是这种时候越不能乱。工作上的事，我会让所有人看见结果。至于私下那些安排，也该彻底做个了断了。妈，二姑，你们怎么突然来了？你还知道回来呀？我跟你妈都在这儿等你半天了。西西，不是二姑说你现在心气也太高了吧？大为家里条件那么好，看上你是你的福气，你倒好。昨天在家闹脾气，把人得罪了就算了，今天在公司居然还要针对人家，你这是要结仇啊？二姑，这是公司，考核看的是能力，不是人情。什么能力不能力的？女人再怎么拼，干得好也不如嫁得好。你就是死脑筋。你看看二姑，嫁对人了，这辈子什么都不用愁，想要什么没有。嫁得好，那你嫁得好，姑父1年挣的钱也不少，都给你了吗？那当然，你姑父的钱都给我了。既然这样，您怎么连个真包都舍不得买？真是没大没小。你怎么能这么跟你二姑说话？她也是替你操心。她不是替我操心，她是在打自己的算盘。我今天来就是想把你和小周的事儿定下来。我这辈子没别的盼头，就想看你成家。您连他到底是什么人都没弄清楚，就想让我嫁过去？我和你爸当初也没见几面，日子不也过下来了？那是您的人生，不是我的。我不会为了让别人安心，拿自己的幸福去赌。您难得来北京，想玩我给您安排地陪，不想玩我明天送您回去。但婚事不用再提，我不会答应。那我先住2天。妈，您不用这么麻烦，楼下买早餐很方便。闲着也是闲着。林夕，昨天二姑都跟你说了吧，我爸一会儿就到，你可别故意给我难堪。我只会如实汇报。爸，你来了，来看看这段时间到底学成什么样。我表现一直很好。那位就是周宏达，今天这场有看头。今天做阶段总结，所有结果都以后台数据、过程记录和现场表现为准。如果这样还能留下，那就不是考核了。两组差距看着不小，考核就该拿事实说话。林总，结果都差不多清楚了，没必要一项一项说吧。阶段考核既看结果，也看过程，尤其是负责人是否具备岗位能力。不可能，这个统计一定有问题。后台数据已经复核，来源完整，可随时查账。从培训记录到现场执行，你所在小组的问题不是一次失误，而是整体准备不足。作为负责人，你没有起到组织和把控作用，
周大为，你之前汇报时可不是这么说的。爸，我是被针对了，他一直对我有成见。试岗期间，你多次迟到，执行流程不按规范，还以私人关系影响工作判断，这些已经超出能力问题，属于职业态度不合格。这下说清楚了。不是不会，是根本没把工作当回事。2月15日报到迟到10分钟，2月20日未经批举调整流程，3月初多次以私人关系干扰工作安排，这已经不是小问题了。工作场合最怕把私事带进来。林夕，我们之间的事儿没必要在这儿说的这么难看，回头单独谈。我和你没有需要私下协商的关系，更不存在拿婚事影响工作的可能。西西，妈，您怎么来了？小周这孩子家里条件不错，人也踏实，你们要是能成，我也就放心了。是啊，周家这么有诚意，别人想遇都遇不到。怎么把相亲说到公司来了？这也太不分场合了。你看，长辈都支持，我们完全可以把事情定下来。我的婚事由自己决定，任何人都不能替我答应，更不能拿它和工作挂钩。怎么还开着直播？赶紧关掉！二姑，既然你来了，就把话说清楚。你为什么一直急着撮合这门亲事？你是不是瞒了我什么？二姑，事情还没说清楚，你现在不能走。我不舒服，先出去一下。你给我站住！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周家的真实情况？你到底瞒了我多少？你冲我嚷什么？还不是你自己急着让林夕结婚，我只是帮着牵线。你别把责任全推给我，明明是你主动来找我，说只要我配合你把事情定下来，你就帮我在林夕那边说话，让这次考核别卡得太严。你还说事成之后要我给你10万块好处费。你少装无辜，是你自己工作做不好，还总想着找近路，你还靠走捷径。你答应我的事儿，难道现在不认了？你别把责任全推给我，明明是你主动来。原来真有私下算计！我的天，这也太离谱了！为了10万块就坑自己亲侄女，这亲戚太过分了。妈，您先别激动。够了！工作是工作，私事是私事，谁让你们把这些混在一起的？爸，我也是想把事情先定下来，省得以后麻烦。你先把工作做好，再谈别的。林总，今天这件事是我们周家失礼了，你按公司制度处理，不必顾忌。至于遗产分配的事儿，我心里有数了。好的，周董，支持公司处理，做得好。根据试岗结果、日常记录和团队反馈，周大为未达到岗位要求，也不具备继续负责项目的条件。从现在起，取消他的转正资格，调离当前岗位，后续去留由人事另行评估。林夕，你这是借题发挥！你如果有异议，可以走申诉流程，所有依据都在系统里留档。你为什么要骗我？我骗你什么了？我不也是为了西西好吗？替我做决定，不叫为我好，拿我的婚事去换好处，更不是为我好。从今天起，周家不再提这门事儿。周大为，跟我回去。你的遗产份额，我会重新考虑。西西，妈对不起你。西西，我总想着你一个人打拼太累了，想让你早一点有个依靠。妈，可我没想到，我越催你，越是在把你往别人安排好的路上推。妈，我知道你是担心我，可结婚不是完成任务，更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。是我糊涂了，大嫂，你别听西西说的那么严重，我也是一片好心。你别再说了，你要真为他好，就不会瞒着我，不会把他的工作和婚事搅在一起算计他。我哪知道事情会闹这么大呀？我真的是好心。事情不是今天才变大的，是你从一开始就没把我的意愿当回事。行，我多管闲事儿，我认了。可你以后别后悔。西西，以后妈不替你乱做主了，你想怎么走就怎么走。妈，先喝杯热水吧。你们这是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今天在西西公司开直播会，你二姑为了10万块好处费，跟周大为合起伙来算计你妹妹。
妈之前糊涂，还帮着他逼婚。二姑也太过分了吧，这不是坑人吗？说到底，也是我自己没分寸。西西，这回是咱妈做的不对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我不怪妈，我只是希望以后家里遇事，先问问我自己怎么想。以后不会了。其实我也有错，以前家里一有事儿，总觉得有你在，最后什么都压到你身上。我最近在看工作，也准备把欠的账好好理一理，不能再让妈跟着着急。你真这么想？总不能一直这么混着。都是一家人，往后咱们慢慢来。之前的事，妈不知道周大为是那种人，妈只知道他家有钱，不想让你吃苦。妈对不起你。妈，我知道你也是受害者。我也想不通，林霞为什么要害你？想知道的话，我们去看看二姑，看看她现在过得怎么样。真气派呀！西西，你看你二姑家这别墅真大。林小姐这边请。谢谢。西西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来看看你。今天不方便，家里乱。哪有都已经到了家里了，还把客人往外赶的？我今天身体有点不舒服。林霞，是谁来了？让进来。他是谁？林霞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林霞，赶紧把瓜子皮剪了，没看见来客人了。哼，家里来人了就不知道干活了。要不是你干的还行，早就把你扫地出门了。本来指望你给家里拉项目的，这点事情都能搞砸，害家里损失几千万。可真是一桩好买卖。二姑，您这日子过得可真风光。西西，我们走。你二姑以前在家里说一不二的，怎么会过成这样？这就是她的报应。她为了钱和所谓的好日子，把我往火坑里头，最后自己也跳进了火坑。妈，现在还催我结婚吗？妈不敢了。嫁的风光有什么用？过得好不好，只有自己知道。婚还是要结的，但要为了我自己的幸福。您好，我家里有人晕倒了。西西，妈怎么样了？急性胰腺炎，需要住院。哥，你过来照顾几天吧。我走不开啊，你嫂子一个人带娃，要不你请个护工，钱我出。你能出多少钱？500。你不用来了，钱也不用出，我自己照顾妈。妈住院全靠西西出钱照看，你只拿500太说不过去。家里没钱了，我也没办法。您母亲情况稳定了，可以出院，但以后要注意饮食，不能劳累。好的，谢谢医生。西西，妈对不起你。您别这么说，你哥连个人影都没有，以前总想着你有个依靠，到头来靠得住的只有你。妈，您能想明白就好，以后别再替我瞎操心了。停职！爸，你真让公司这么处理我？不是公司处理你，是你自己把事情做到这一步。不就是试岗没过，至于吗？你真觉得只是没过试岗？迟到、越权、插手流程、业务不熟，这些也是别人编的？
工作没做好，先想着走捷径，现在丢脸了，又怪别人不给情面。你凭什么要人家给你情面？那我以后怎么办？遗产呢？遗产的事我重新考虑了，你弟弟那边会多分一些。你自己不争气，怪不得别人。爸，你不能这样。我帮得了你一时，帮不了你一辈子。从今天起，你先去基层岗位干起，干得好再谈别的。没经验只能做仓储，月薪5000，想安稳就踏实干活。好，我报名。吃饭吧。哎，妈，我来。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我明天去试工。真找着了？先试试，工资不高，但总比闲着强。哪方面的？仓储，活累点但稳定，工资到手5000多，我留2000还账，剩下的给妈。你还记得还账？欠西西那20万，我分期还，虽然慢，但我会还清的。你能这么想就行，不用急，先把日子过稳。西西，上回那事儿，以后妈不催你了，你什么时候结婚，跟谁结婚，你自己定。住院那10几天，我想明白了，靠别人不如靠自己，你过得好，比什么都强。妈，都过去了。行，不提了，你只管忙你的，家里的事儿以后大家一起扛。那我先敬你们一个，算我重新做人。少说大话，多做事儿。收到。林总，这位是成悦渠道的陈总，陈总请坐。林总，久仰，你们最近的直播我看了几场，做得挺特别。谢谢。陈总今天想谈什么？我们想做长期合作，订单、渠道投放，我们都可以配合。陈总这边希望调整直播内容，也不是调整，就是优化，生产流程可以少讲一点，多做促销，数据会更好看。如果少讲产品和工厂，观众为什么信我们？先把人留下来，后面再慢慢转。我们现在能留下人，就是因为没绕弯子。林总，市场上大多都是这么做的。别人怎么做是别人的事儿，我们不靠虚热闹。你们很坚持，做长久生意总得有点坚持。行，我回去再想想。我还以为你会直接拒绝，能谈就谈，但不能让。明白，我整理一版我们能接受的条件。好。合作方那边又问了，说愿意按我们的模式来，但希望排期上优先。可以，条件是内容不能动，价格不能压。明白。还有林总，您个人感情的事儿真不考虑了？不是不考虑，是不强求。遇到合适的就结，遇不到我一个人也挺好。您真想得开，不是我一个人想得开，我妈现在也想开了。那恭喜您，敬您林总，敬自由，敬自由。妈，看什么呢？附近的老年大学有国画班，我想去试试。您真去啊？怎么，你妈就不能有点追求了？能，我支持您。西西，妈问你个事儿。你现在还打算结婚吗？遇到合适的就结，遇不到不强求。不怕别人说闲话？说什么？说我嫁不出去。妈，您以前也这么想，现在呢？现在我想通了，女人这辈子不是为了嫁给谁。你二姑嫁的风光，结果呢，给人当保姆，跪着擦地。所以您不催我了？不催了，你自己能挣钱，能买房，能照顾自己，我催你干什么？那你以前怎么天天催？以前怕你老了没人管，现在知道了，结了婚没人管的多了去了。住院那阵子，你哥连个人影都没有。妈，都过去了。行，不提了，反正以后你的事儿你自己定。妈，谢谢您。谢什么？谢谢您终于不再替我做决定了。我倒是想替你做，做得了吗？你这脾气比我还倔。妈，那说好了，您去学画画，我忙我的事业，咱们各过各的，谁也不绑着谁。行，不过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你出差的时候带上我，我也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一言为定。那就祝我闺女越活越自在，祝我妈越活越年轻。对了，你二姑今天给我打电话了，说什么？哭穷，想借钱。您借了？没有，我跟她说自己的日子自己过，别人的钱救不了命。妈，您现在说话可真硬气。